你是不是也有这种体验？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只要别人一否定你，你就特别伤心难过，自我价值就萎缩了。可是别人一夸奖，你就乐开了花，每天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七上八下。那么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呢？其实让我们内心强大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要临在当下，找到我是谁。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内心强大和临在当下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它可以让你连接到那个更高版本的自己，变得内心强大。我说完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情绪内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错把你的大脑当成了你自己了，你被你的大脑完全掌控了。我们大脑的所思所想你完全接受，你完全认同，完全不怀疑，完全不抗拒。当你被别人否定的时候，你认同了别人否定你的那个不好，所以你才会伤心难过。当别人对你不公平，你认同了这个世界是绝对公平的，所以你才会特别愤怒。当你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认同了冲突会有危险，所以你才会内心恐惧，你害怕冲突。这些情绪内耗都是因为你认同了头脑，认同了思维。但是其实那个头脑它并不是真正的你，那些思维它只是我们头脑创造出来的假象，它们来自于我们后天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习得而形成的个人价值观和社会集体潜意识，它们其实只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种种因缘聚合而产生的一系列的自动程序，就像我们的电脑程序一样，它是一个一个的程序组成的。头脑它其实也是一个个的思维程序、情绪编码等等组成的一个聚合体而已。所以思维和情绪它都不能代表你，它们本来应该是你的工具，但是现在却成了你的主人。头脑的思维认知是非常顽固的，人一旦形成了某种固有的信念，大脑就会不断地去验证和强化这个信念，就像滚雪球一样。我们年龄越大，我们就会觉得自己越固执。所以你身边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些老人？他们是不是比年轻人更加固执？往往会把他们自己认为的观点强加给年轻人，就是那些我不好的信念，它刻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根深蒂固了，以至于好像就成为了你。头脑思维就是被周围和环境创造出来的一系列的自动化程序，都是假象，不是真正的我。那真正的我是谁呢？其实真正的我是你的神性、意识和觉知，也就是我们佛家里面经常让我们追求的佛性，道家里面让我们追求的元神，儒家让我们追求的圣性，王阳明让我们追求的良知。他们的目的也其实都是为了让你去摆脱头脑的控制，去找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灵性高我。什么是灵性高我？你可以暂时理解成第三视角、上帝视角，也就是你能够看到
你在思考，看到你在情绪内耗。因为那份觉知，它就是我们灵性高我的一个心态。我是谁？我是我的觉察者。你应该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是说可能你并没有深度的去唤醒过。当你进一步的去醒觉察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自我。我们的灵性是没有头脑的评判、焦虑、担忧、恐惧和纠缠，它是空性的，它只是一种教授，那种游戏人间的体验者。它不是任何的身份角色，却又可以成为任何的身份角色。那什么是空性？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那我是谁呢？灵性高我，它只是比较我们头脑来说，它是空性的，因为高我不是任何一种思维和情绪，但是它却又可以创造出各种的思维和情绪。从小我的层面来说，我是各种因缘和合的聚合程序，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自我意识，所以说是空性的。但是从高我的层面来说，我是和宇宙意志融为一体的，是智慧广阔的存在，是永恒的存在，无垢无净，没有是非好坏的评判，一切都只是因缘和合而生，不增不减。无论别人如何表扬和批评，我还是这个我只是借由躯体来创造我的人生，去体验人生，无论酸甜苦辣，它都只是体验，没有任何的好坏之分。小我和高我的区别，我打个比方，就像是你本来认同电脑里面的这个程序，它就是你，你就是这个电脑程序。但是当你跳出思维，跳出这个程序，你连接和唤醒你内在那个更大的存在的时候，就好像你从那个电脑程序里面跳出来，你成为了这个程序员。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思维它只是一种假象，我和思维之间是存在着空间的。我能看到我的思维，那这个思维它就不是我，真正的我它就成为了头脑的主人了。那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你的思维和程序影响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内心强大。那怎么样才能唤醒内心的灵性高我呢？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临在当下，保持心灵的觉知，去直接体验当下一切经历的真相，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头脑思维来去间接的体验。活在我们思维编织的假象里，我们不断的通过正念去进行临在当下的一个练习，你就能去逐渐唤醒内在的高我。其实我们内心是有一座宝藏的，但是我们却还总是去向外去寻求别人的仨瓜俩枣的认可。真正的内心强大，不是说向外去学习很多东西，而仅仅是向内连接和唤醒我们内在那个本自具足的自信。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踏上觉醒之路，开始连接你的灵性高我，跳出思维的束缚，找到真正的自己，请在评论区留下我愿唤醒灵性高我，找到内心真正的力量。让我们一起用觉知与正念的力量点燃生命的无限潜能，共同迈向内心强大的自由世界。有缘人，
如果你想跳出重复的宿命般的生活，接下来的影片一定要耐心看完。心理学上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出自荣格：直到你把潜意识变成意识，否则它会一直主宰你的生活，而你称之为命运。他接着还说，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清醒。把后半辈子去还给自己，去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潜意识里面藏着你童年的创伤，你受过的教育，你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人会反复的去犯同样的错误呢？你为什么会反复的掉入同一种情感？你为什么会反复的被同一种人伤害？其实都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你踏上的路都是你潜意识帮你做的选择，但是你不知道，你遇见的人其实都是你自己召唤来的。我们用荣格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外部境遇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向外投射。那处在无明状态，潜意识它就会完完全全的自动化的运行，像幽灵一样操控你。积极的部分就会带领我们去向目标迈进，消极的部分它就会限制我们的自由，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想要改变人生轨迹，改变外部环境，我们必须要先从内心世界去入手。那要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内心世界，从而改变人生宿命呢？要注意我们内心世界的逻辑，它和外部世界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对于改变外部世界的，我们经常会用头脑思考，但是对于改变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你无法用头脑去理解。思考它会让你产生更多的内耗。那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用头脑，我用什么呀？还有什么呢？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座从未被我们开发的宝藏，那就是灵性的力量。所以甘地说，人类内心深处的灵性力量比外在的任何武器都要强大得多。如果你的一生只能活在头脑层面，那未免也有些遗憾吧。那我们怎么样去唤醒我们内心的灵性力量，去改写我们潜意识重复性的人生剧本呢？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改写人生的3部曲。第一步就是跳出头脑去治愈内耗。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潜意识有那么多自卑、焦虑等等，它们的根源其实都是源自于你的头脑，或者说你的思维。它不断地给你讲故事，并且逼着你听，然后强迫你进行思考。一旦你控制不住自己，让大脑做了你的主人，那你就一定会陷入各种循环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大脑会抓住一切的机会，比如说你的遭遇、你的错误、你的习惯、你所有的回忆等等，由此会让你展开不停的强迫性思考和重复性的命运循环。你只有跳出头脑，我们才能连接上我们内心的力量。但往往我们就是控制不住大脑，我们都沦为了大脑的奴隶。因为大脑的特征，它就是在不断的复盘过去，要么就是在推演未来，就像傻狍子一样。
就抱着过去和未来不撒手，我要么就是死守过去的创伤经验，陷入自证预言的悲惨故事，我要么就是非得要让我的未来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就陷入这种强迫性的焦虑内耗。而这就是我们大脑典型的二元机制的一个运作，它总是会有很多评判，有很多的执念。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我们被困在我们大脑的思维里，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痛苦。而事实上，只要你停止思考，你的痛苦就会马上消失。很简单吧？简单到你不可能会相信，同时也很难。难在我们很难去停止思考，这个需要我们去跳出头脑，不要在问题层面去解决问题，而是跳出那个正在用大脑思考的我。什么意思呢？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他在怀疑一切，最后直到他怀疑到怀疑这件事情本身，于是他发现了，到这儿就绝对不能再怀疑下去了。这个怀疑本身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但是实际上他只是表达了一个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正在因此而受苦的那个最基本的错误，那就是他认为思考是为了存在，并且认同这个思考。而这个所谓的存在，它其实还是在三维当中，你只有去跳出来，去成为那个思考的我的观察者，那你一下子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思考者，他并不是真正的我，并不是像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那些所谓的思考，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都是强迫性的思考，限制性的自动经验等等，根本无法让你内心宁静下来。它无法去唤醒我们内在潜在的灵性力量。我们跳出思考，你就会意识到更多美好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来自于思考之外的。比如说爱情、智慧、灵感、直觉，还有我们内在的宁静等等。到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开始觉醒了。那这个时候呢，当你在倾听和观察你思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仅意识到了这种思维，而且你还看到了我正在思考，一个新的更高的维度由此就产生了。而它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意志，或者说我们更深层次的自我，以及我们内在的高我等等。那紧接着神奇的现象就出现了，随着你的觉知，随着高我的觉醒之光不断地照进来，你就会逐渐发现那些困扰你的思维、强迫和限制性信念，好像它们的能量就开始变弱了，然后逐渐开始坍缩了，消散了。因为你不再认同那个思考，那个假我就是真正的你自己了，你不再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解脱，这就叫自我觉醒。当你感受到真正的自己的时候，你的强迫性思维它就开始逐渐被终结，精神内耗也开始被治愈了，同时我们也唤醒了内在灵性的力量。然后第二步就是屏蔽外界的伤害，坚定地去做你自己。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能伤害你，除了你自己。
你要记住，我们犯错误或者说被别人侵犯的那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我，他们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小我。我扮演不同的角色，也只是通过犯错在这个世界上来磨练一下自己的自由意志，让自己的灵魂练练级。我们也就是玩，你就是去打一场游戏，你游戏输了，打游戏的这个你有多疼啊？我们记住了，主体一定不能搞乱了，一旦你把这个主体给搞错了，你认同的那些假我是真的我了，那就完蛋了，这就是你痛苦的根源。在这个三维里头都是像，都是投影，你有啥好痛苦的？这个就是去人格化，去掉我们戴上的种种面具，那些虚幻的执念，明白我们自己就是那份如不动的存在。我们放下所有人对你的期待，勇敢坚定地去做自己想做的，我们去满足自己内心的需求，你们才能活得自信洒脱，你才能活出一个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第三步就是高我内观，重写人生信念。我们从外向内改写潜意识很难，但是从内向外去改写潜意识就不一样了。就像一个蛋，你从外打破那就是毁灭，你从内向外打破那就是新生。就像你从这个电影角色里面走出来，成为一个导演，成为编剧，站在戏外我们来设计这个戏本，那就不一样了，你的维度就变了，你的高我的身份就被唤醒了，你这个机器人肉身它就连上了真正的主人了，你就不是 NPC 了，你的自我就变得更加完整了。我们就需要用正念内观去唤醒高我，重写潜意识人生信念。正念内观它其实是一种非评判性的一种注意力练习，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到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身体感受，以及我们的信念，而不做出任何的这种评判。这种练习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连接我们内心的灵性的力量，去看到我们潜意识黑暗的那种控制的模式，比如说你自动化的这种反应，你限制性的一些信念等等，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潜意识暴露在光明之中，也就是把我们的潜意识给意识化了。就像在黑夜里面你有了灯，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我们才能去改写它们。当你习惯审视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幽灵的时候，改变就已经发生了。在我们头脑层面，我们永远是无法改变潜意识的人生宿命的，因为思维它很烦人的，它总是活在过去和未来，那我们总是就会被各种的执念乌云给障碍住了。只有跳出头脑，去觉醒灵性的自我，把注意力全然地临在当下，去创造一种思维的空白，我们才能让觉醒之光照进我们的潜意识，然后改写人生剧本，打破宿命，活成新的人生。人一旦开窍，他的能量就没有内耗了，然后他就可以用满格的能量去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成为他想成为的人。而开窍这个背后的核心，就是觉悟的能力。
没有觉悟的能力，你学再多知识，经历再多的事儿，也长不出智慧。所以有人活了一辈子，其实也只是别人一天的体验，其他几十年都是重复和循环。而有些人一辈子却活出了别人几辈子的一个体验。这就是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叫觉悟。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觉悟的高手。如果你能够悟透我接下来要说的2个维度，就可以让你内心强大10倍。第一个维度就是你要同时具备出世的智慧和入世的手段。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出世呢？出世代表着放下和解脱，不再去追求人类世界的公民权利和财富，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宁静。而入世就恰恰相反，它代表着进取和争夺我们人类世界的公民义务、权利和财富。出世和入世，它是非常的对立和矛盾的一个观点。现实中我们很多人往往只是执行了其中的一面，比如说我们要放弃一切的功名利禄，放弃一切的物质追求，我们只追求内心的平静。看到别人物质，内心就会特别的难受，甚至是不屑一顾，自视清高。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活成孤家寡人的，失去物质基础的精神追求，你也不会快乐。那再比如，我只追求房子、车子、票子、帅哥美女，只追求金钱至上，物质的极大满足，这样你也废了，你会掉进欲望的漩涡里面，永远填不满，最后你就会遁入魔道，误入歧途。这2种人，他其实都是活在单面向的一个世界里面，很容易走极端，被自己的执念所困。这些都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人活得太明白也没有意思，活得太糊涂更没有意思。真正的高手，他一定是把这2个观念都存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同时兼容2元对立的一个矛盾。我们既有出世的智慧，又有入世的手段。那什么是出世的智慧呢？也就是你能在困境、伤心、难受、绝望等等这个时候还能够抽身而出，不被其所困，把人生遭遇的一切不如意都当成是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什么是入世的手段呢？就是我既能够看清这一切，它都只是游戏，我还要选择去认真的体验，全然的去享受这一切，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能力去挑战种种难关，不断的去升级打怪，在经历的过程中去体验，去感悟。比如说你今天被老板骂了，出世的态度就是员工只是我的一个角色，老板和我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合作的关系，一个组合。我那么较真儿干嘛？他骂我可能是他今天心情不好，跟老婆吵架了，业务焦虑了等等，管我什么事呢？如果你用这个入世的态度，那就完了。老板肯定是看我不爽，处处针对我，到处找我茬，这老板怎么这么样子啊？然后你就会一整天的心情都不好，
工作干不好，你还搞得自己很生气，何必呢？再比如说入世的态度呢，当老公爱你的时候，陪着你过情人节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享受和体验这个过程。你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享受爱情和婚姻的幸福，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去感受爱情的甜蜜，婚姻的幸福，生活的酸甜苦辣。当你把这一切都当成是真实的去体验、去经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此时你用出世的态度去看，会怎样呢？你心里就会想，这个男人他迟早会离开我，这一切都是浮云，都是一场梦，那完蛋了，你要 emo 一辈子了。出世的态度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他经常不回家了，你感觉他外面有人了，背叛你了，不爱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拿出出世的状态来对待。我们心想，这都是游戏，我那个妻子的身份也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一个角色，我和他是夫妻，也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组合而已。这一切都是游戏吗？不能当真。他爱过我，陪过我几年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你把这一切当成是游戏，你跳出来，那你还会有痛苦吗？你不要在对方伤害你的时候，你用入世的态度来去面对，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他怎么能够伤害我？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青春，生了2个娃，那你怎么能背叛我呢？你怎么能忍心离开我呢？你这样伤害的是谁？一定是你自己。再比如，我们拿工作和创业来说，其实很多人都很聪明能干，本来他能够拿到很大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最后都前功尽弃了？因为当他遭遇挫折、失败、打击的时候，那他把工作和创业当回事了，带入进去了，还没有熬出来就把自己先给整废了。当他走上坡路顺顺利利的时候呢，他又太出事了，没把工作和创业当回事儿，他忘记了初心，忘记了规则。但是很多人的心态却是该入世的时候用了出世，搞得自己人间清醒，看破一切。该出世的时候他又用了入世，把一切太当真，执着于这个痛苦当中，不能抽身而出。所以我们要同时去把出世和入世都存放在我们心里，针对不同的状况，拿出不同的态度来应对，而不是执着于一念。这两者它是一元统一的，它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接受这2个完全相反的矛盾，在我们的观念里同时存在，我们情感世界就会游刃有余，潇洒通透。第2个维度就是你得随时给自己降噪。这里面降噪是什么呢？来自2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纷纷扰扰，一个是你内心的杂念。这2个是相辅相成的，外在会影响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也会影响你怎么去看待外在。如果你仔细觉知的话，每天晚上睡前你都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困扰你的烦恼
反反复复都是那些很琐碎的一些事儿。孩子不听话，孩子成绩差，老公回家晚烦，婆婆又唠叨烦，老板又让加班烦，堵车烦，排队烦，迟到烦等等。这些每一件事情都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和能量，但我们的思绪和情绪每天就被外界这些纷纷扰扰拉扯来拉扯去，那你的脑细胞就被大量的占用，你心力被大量的消耗，能量被大量的损耗，那你还有什么精力和能量去做那些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问题所在。然而很多人根本就意识不到，同事背后说我坏话，胡思乱想一大堆，朋友聚会没有叫我，胡思乱想一大堆，老婆炒菜不好吃，抱怨了1个小时，老公半夜没有回家，气愤了一整夜，等男朋友一会儿没来，我生气一整天，看到没有？受外界的影响，我们的心智一会儿穿越到过去，一会儿穿越到未来，我们的情绪和精力完全就被外界所掌控。你本来有满格的能量去做人生中那些非常重要的事，结果就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拉扯来拉扯去。什么是大智若愚？就是这个人心中有明确的目标和价值，他清明什么来说对他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对他来说不重要。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呆呆的不为所动。孩子哭了，我哄一哄不就过去了。成绩不好，我教也教了，说也说了，那就过去了呗。老公半夜不回家，那没回家就没回家，他不想回家，我再怎么生气也没有用。我们改变这些可以改变的，去接纳那些我们无法去改变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做不到这些呢？做不到这样的洒脱和平淡如水呢？因为我们的人生缺少主心骨。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对我人生来说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主心骨，你就会发现我的人生中所有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都挺重要的，都会让你分心的去处理，去内耗。所以我们人生中最重要能力不是说要多做事儿，而是要少做事，而是要懂得取舍。尤其是这个舍掉那些不重要的，才能把你所有的精力全部投注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倡导2个字叫降噪，让自己的世界静下来。静下来之后，真正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真正你认为重要的那些东西，它才会走到你内心的世界里。这就好比水，只有静下来，你才能够看清水底下有什么东西，你才能看清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人成长的过程，它就是我们不断的从取到舍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有不断的断舍离，才会降噪。一杯水满了，你再加东西进去，那就很难了。这个杯子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内心，这杯水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纷纷扰扰。我们的内心被这些纷纷扰扰所占满，那你能量就被这些给损耗掉了。
根本抽不出来更多的精力和能量去做我们那些重要的事儿，所以我们要去倒掉了这杯水，你想要的东西它才能够装进来。而倒掉的具体是什么呢？是你的观念，是角色，是你的人生枷锁。有缘人，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领悟这6个字：出世、入世、相造。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